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电脑旁边放个盆栽可以防辐射？假的。首先，电脑的辐射非常小，可以忽略不计。其实根本不需要防范。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上班族身体出现不适的症状，有的会怪罪于电脑的辐射造成，比如皮肤出油、长痘。会说是电脑辐射的刺激皮肤，导致皮肤变差。其实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你自身的作息不规律、饮食不协调所导致的皮肤变差。其次，植物是没有防电脑辐射的能力的。生活中到处都有辐射，植物可以吸收的是太阳的辐射，而不是电子产品的辐射。很多人一听说植物可以吸收辐射，就把所有辐射混为一谈。植物可以防辐射的这一说法是根本没有科学依据的。最后，电脑旁边放个盆栽，虽然不能够防辐射，但是也是有好处的。植物可以净化空气，清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，而且还可以缓解视觉疲劳。植物可以吸收电脑辐射，其实就是商家的噱头。植物的作用主要就是净化空气。植物是对人体有好处的，但是我们不要把它过度的妖魔化哦。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对寿命是有很大影响的，尤其是饭后。饭后是养生的黄金期，若能够做对这3件事，长寿或许不请自来。饭后走一走，俗话说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。吃完饭半小时后出去散散步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提高消化功能，对肠胃健康有利。而且饭后散步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起到降血糖的效果，对延长寿命有帮助。饭后漱口，养成饭后漱口的习惯，可以帮助预防口腔疾病，减少口腔异味，起到保护牙齿的作用，让你吃嘛嘛香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饭后按摩腹部，吃完饭后可以用双手顺时针的按摩腹部，按摩腹部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食物消化和吸收，对保养肠胃有帮助，能够起到养生防病的作用，有利于人长寿。水果是很多人喜欢吃的，水果营养丰富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但是有的人会有疑问，水果在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呢？对于很多减肥的人来说，喜欢在饭前空腹吃水果，而且吃完水果就不用再吃饭了，这样对肠胃健康是很不利的，而且也不是什么水果都能空腹吃，比如柠檬、柿子、橘子等。如果空腹吃这些水果，很容易刺激胃黏膜，使人出现泛酸、胃痛的情况。除了酸性水果不能吃，含糖分高的水果也不宜吃，不然这些糖分吃进身体里，很快就会转化为葡萄糖，很容易使人发胖。既然饭前吃水果不好，那我就饭后吃吧。饭后立马吃水果也会给肠胃造成伤害，还容易使人出现胃胀气、便秘等情况，也会加重胃的消化负担，所以大家也不要饭后吃水果。那正确的吃水果时间应该是在饭前1小时或者饭后2小时，而且最好在上午吃会更好一些。现在的人越来越不愿意运动了，久而久之就导致心肺功能不好，再加上抽烟、空气污染等因素，很多人肺部都处于不健康的状态。肺不好的人通常会有3个变化，大家可以对照看一下。变化1，早上起床频繁咳嗽。很多人早上起床后会有频繁咳嗽的问题，尤其是长期吸烟的人，出现这种情况就要考虑可能是肺部受损了。除了早上，晚上睡觉时也会不断咳嗽，这时需要尽早检查。变化2，手臂酸痛。如果干活比较多，手臂可能会出现酸痛的情况，那这种情况休息一下就会缓解。但如果不是手臂无缘无故的出现酸痛，这也可能是肺部受损的信号，尤其是晚上睡觉时，疼痛会特别明显。变化3，皮肤干燥。中医认为肺主皮毛，如果肺部出现问题，那么皮肤可能会变得干燥、暗淡、没有光泽，同时还可能会有鼻子出气不顺畅的情况。若你有这种情况，也要提高警惕。那肺不好的人要多注意调养，平时注意少熬夜、少抽烟，多吃一些清肺润肺的食物，比如百合、金花等。还有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对肺部都有保护作用。现在是秋季了，天气比较干燥，这时我们的肺部就很容易受到伤害。那该怎么养肺呢？不妨常用下面2物泡水喝，有很好的清肺化痰的功效。第一种，百合花。说到百合花，大家第一印象都是它长得非常好看，
其实百合花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是很好的清肺补气的食物。肺部不好的可以呢用百合花泡水喝，能够滋润我们的肺部，有润肺止咳的作用，能够帮肺部做个大扫除。第二种，罗汉果。罗汉果相信有些人不太熟悉，罗汉果又叫金不换，营养价值非常高，其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、果糖以及多种维生素。肺不好的朋友也可以用罗汉果泡水喝，有很好的润肺止咳、清肺化痰的作用。平时比较容易上火、喉咙痛的人都可以用罗汉果泡水喝。不好的人早上起床后可能会有2种表现，大家要多留心。第一种表现，浑身乏力，没有精神。经过一晚上的休息和调整，早上起来应该是精神充沛的。但如果出现浑身乏力、没有精神，就可能是肝血不足了。那肝血不足会影响肝脏的健康。第二种表现，尿液发黄。正常情况下，尿液应该是淡黄色的，但如果早上起床后尿液是深黄色，排除是上火的情况，就要小心肝脏的健康了。因为肝脏不好，胆红素的代谢会受到影响，这样进入血液增多，尿液颜色就会发黄。肝脏不好的人可以多用一种水果皮泡水喝，那这种皮呢就是柚子皮。没事的时候可以将5到10克的柚子皮用沸水冲泡，等到水温适宜了再进行饮用即可。柚子皮含有很高的营养，具有润肺清肠、疏肝降火、养肝护肝的作用。火旺是生活中常见的，如果肝火旺盛，要从平时的饮食和生活作息进行调理。那对于下面这3种水果，最好就不要吃了。第一种，菠萝。菠萝味道香甜，是很多人喜欢吃的。菠萝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很多糖分、碳水化合物以及膳食纤维，经常吃对身体有益。但是肝火旺盛的人就建议不要吃了，因为菠萝属于温性水果，会加重上火的现象。第二种，榴莲。榴莲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榴莲含有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，而且它是一种大补的食物。对于肝火旺盛的人来说，榴莲属于温性水果，如果经常吃也会加重火气，让肝火降不下去。第三种，桂圆。桂圆吃起来很甜，但是它和榴莲和菠萝一样，也属于温性水果，也是不适合肝火旺盛的人吃的。所以碰到这种水果也要闭上嘴。肝脏有很强大的排毒和解毒功能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养。如果肝脏不好，平时呢一定要注意饮食，记住少吃3种食物，肝脏或许会越来越好。腌制类食物。腌制类食物中含有大量盐分，如果经常吃会加重肝脏负担，不利于肝脏健康。所以肝脏不好的朋友最好不要吃腌制类食物。油腻的食物。肝脏不好的油腻食物也要少吃，因为吃得太油腻也会加重肝脏负担，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肝脏。含蛋白高的食物。蛋白质本身对身体是有好处的，但是对于肝脏功能受损的人，建议少吃高蛋白食物，也会给肝脏加重负担，对肝脏健康不利。除了少吃3种食物，还可以多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绿叶蔬菜。绿叶蔬菜中含有很多营养物质，经常吃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，比如菠菜、芹菜等。第二种，含有维生素的食物。生活中很多水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比如苹果、荔枝等。那经常吃这类食物对肝脏也有养护作用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